大家好，我今年99岁了。到了这个年纪，晚饭吃什么这种小事儿我已经不在意了，但我依然在意那个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愚蠢问题：为什么有些人生来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比拉磨的驴子还要勤奋，最后却依然在贫穷的泥潭里打滚？你们中的很多人点击这个内容是带着贪婪来的，你们想听我这个快进棺材的老头子告诉你们，哪怕一个致富代码，或者是哪只股票下个月能翻倍，如果这是你的目的，现在就可以离开了。只有傻瓜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快速致富的捷径，而金融街那些靠收手续费为生的吸血鬼最喜欢的就是你们这种傻瓜。但我今天要给你们的东西比这100万美元更有价值，我要给你们一把手术刀，切开你们大脑里那些导致贫穷的毒瘤。人们总是问我，查理，我怎么才能赢？我总是回答，别急，先学会怎么才能不输。听起来很让人失望，对吧？你们想要彩票中奖号码，但我给你们的是生存法则。我年轻时见证过大萧条，我看过1932年的街头，那些穿着笔挺西装的体面人举着牌子乞讨，上面写着愿意用任何工作换取一块面包。他们懒吗？不，他们比现在大多数人都勤快。他们傻吗？不，他们中很多人受过顶尖的教育，他们只是陷入了一个错误的系统，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然后被那个残酷的时代碾碎了。如果你想在这个阶层固化、充满噪音的时代翻身，你首先得明白，阻碍你致富的不是你的懒惰，甚至不是你的际遇，而是你那愚蠢的生物本能，以及你对努力这2个字的根本性误解。接下来，我要把我想了一辈子的道理拆解成几个你们不喜欢听但必须听的残酷真相。让我们先来谈谈努力这个被严重高估的词汇。如果你是普通人，你最该提防的陷阱就是盲目努力。看看你周围凌晨4点的城市，谁最拼命？是那些送外卖的小伙子，是那些打2份工的单亲妈妈，是那些在写字楼里熬夜做表格的年轻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体力，牺牲了睡眠和健康，透支了未来的寿命，但银行账户依然空空如也。为什么？因为他们陷入了我所谓的线性努力陷阱。在物理学中，如果你在一个摩擦力无限大的平面上推石头，你的做工全部被内耗抵消了，这就叫无用功。大多数人的生活算法就是这种线性的，工作1小时赚1小时的工资。你想赚2倍的钱，就得工作2倍的时间，但这在数学上是一条通往地狱的死胡同。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你的精力有上限，你的肉体凡胎会生病，会衰老，而通货膨胀和你的欲望却没有上限。实际上，你就像站在一部向下运行的自动扶梯上拼命往上跑，你跑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觉得自己感动了上帝，但在旁观者眼里，你只是勉强维持在原地。一旦你膝盖受伤停下来，你就会立刻跌入深渊。如果努力工作就能致富，那这世界上的首富应该是那头在磨坊里转了一辈子的驴。真正的财富积累从来不是靠加法，而是靠乘法，也就是复利。但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象，你们误解了复利。你们以为复利就是爱因斯坦说的那个数学公式，不，那太肤浅了。复利不仅是数学，它是生物学，它是心理学，它本质上是关于你这个人的性格测试。所谓复利，不仅是指钱生钱，而是指你的认知、你的信誉、你的能力圈是否在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积累。
大多数人的努力是散乱的，今天学这个，明天干那个，这种努力就像是气体分子的布朗运动，虽然每个分子都动得很快，但整体上哪里也没去。要想打破这个局面，你必须做出几个完全违反人性的决定。这几个决定会让你的大脑感到极度不适，你的朋友会嘲笑你是个怪胎，你的亲戚会觉得你是个懒汉。但正是这几个决定将把你从那部向下运行的扶梯上拉下来，送上高速电梯。如果你问我为什么99%的聪明人最后都没能发财，我会告诉你，他们不是输给了能力，而是输给了无聊。人类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被设计成追求刺激。我们的祖先在草原上猎杀狮子，需要多巴胺的瞬间爆发才能生存，这种本能刻在了你们的基因里。所以你们喜欢看股票价格上蹿下跳，喜欢听那些所谓的专家预测下一个能涨100倍的虚拟货币，喜欢那种剧情反转的快感。你们觉得老老实实持有一家慢慢上涨的优质公司的股份很无聊，攒钱还债很无聊，日复一日的阅读很无聊。你们想要刺激，想要那种像赌场一样的灯红酒绿。如果你的投资让你感到兴奋和刺激，那你就是在赌博。真正的投资应该像看油漆变干、看小草生长一样无聊。我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决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坐着不动。这不是懒惰，这是有纪律的懒惰。好机会是非常稀缺的，一生中可能只有几个。当机会没来的时候，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非常难。看看那些普通人，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频繁切换频道。今天听说自媒体赚钱就去拍视频，明天听说跨境电商火了就去开店，后天听说某种新资产暴涨又去跟风。他们的想法3天一变，情绪比股价波动还大。他们以为这叫灵活应变，觉得这是在抓住时代的脉搏。我告诉你，这叫复利自杀。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奖励过度反应倾向。你们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不停地按压那个能给大脑注射多巴胺的按钮，直到累死。你要学会做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保持静止。当全世界都在像疯子一样到处乱跑，试图抓住每一个兔子的时候，你敢停下来吗？这不仅仅是投资，这是人生哲学。我在上世纪50年代就决定了，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什么都不做，我只做一件事，观察。金钱不会奖励那些忙忙碌碌的傻瓜，它奖励那些能够忍受无聊，在漫长的等待中保持理性的人。你必须习惯这种孤独。当你周围的人在谈论新的风口，看起来热闹非凡，而你却在做着简单重复的事情，阅读、储蓄、等待机会，你会觉得自己被时代抛弃了，你会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但这才是真相。在复利的世界里，前80%的时间可能都在积累势能，看不出任何变化。只有最后20%的时间才会看到爆炸式的增长。忍受不了前80%的寂静，你就永远得不到后20%的爆发。很多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我说很简单，稍微聪明一点点，然后坚持很久很久。关键在于坚持很久很久。你要能在别人发疯的时候保持清醒，在别人绝望的时候保持耐心。这需要一种特殊的性格，一种能和无聊相处融洽的性格。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你多么努力，你最终都只是在为券商和交易所打工。如果说忍受无聊是心理战，那么第二个决定就是关乎生死的数学题。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拒绝债务，赎回你的时间权。我见过太多智商160的聪明人，算得清复杂的微积分，却在最简单的生存数学上犯了致命错误。让我们看看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家公司里汇聚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当时地球上最聪明的大脑。他们的数学模型完美无缺，他们的套利策略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他们破产了，几乎搞垮了全球金融系统，最后不得不由美联储出面救助。为什么？因为杠杆，他们借了巨额的债务来放大收益。当俄罗斯债务危机这个黑天鹅出现时，市场只是稍微波动了一下，债主就来敲门了。他们的判断从长远来看也许是对的，市场终究会回归理性，但他们有时间等待市场恢复理性吗？没有，因为债务剥夺了他们的时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关于生存结构的数学真理，债务会剥夺你决策中的时间因素。一旦你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务，你就变成了易碎的玻璃，而那些拥有现金的人则是反脆弱的钢球。普通人想翻身，第一反应往往是借钱创业或者加杠杆炒房，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妄念。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为了买一辆撑面子的豪车，为了买一套只有70年产权的房子，背上了几十年的债务。他们以为自己拥有了资产，其实他们只是把自己卖给了银行，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农奴。一旦你有了高额债务，你就失去了说不的权利。老板骂你，你不敢辞职，市场崩盘，你被迫在低点卖出，生一场病，你就彻底崩溃，你的生活容错率降到了0。你想翻身，第一步不是去借钱赚大钱，也不是加杠杆搏一把。如果你需要借钱来证明自己成功了，那你其实已经失败了。真正扭转局面的第一步是断掉所有剥夺你时间权利的债务。即使你现在身无分文，只要没有负债，你就拥有选择权。你可以选择等待，选择学习，选择在那只名为机会的兔子跑过时猛地扑上去。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现金就是你的氧气瓶。只有傻瓜才会为了游得快一点，把氧气瓶扔掉。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恐慌，银行倒闭，股市腰斩。为什么我和沃伦能在遍地四海中捡到便宜货？不是因为我们有水晶球预测到了那一天的到来，而是因为我们手里握着大量现金，没人能逼我们卖出。我们拥有时间，我们可以坐在那里看着别人因为债务违约而被迫大甩卖，然后从容地买入。请记住这句话，这世上有3种东西能让聪明人破产：酒、女人和杠杆。前2者只是让你感觉糟糕，而杠杆会让你万劫不复。如果你想在财富的道路上活得久一点，哪怕只有这一条建议你听进去了，也请立刻马上切断那些坏账。如果前2个决定是反市场和反概率的，那么第3个决定就是直接向你的基因宣战，这是最难的一关。99%想往上爬的人，最终都死在了这里。嫉妒，在心理学中，我们称之为被剥夺超级反应倾向。在这个社交媒体泛滥的时代，嫉妒就像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高致死率病毒。你刷手机，看到老同学换了保时捷，看到隔壁邻居的孩子上了贵族学校，看到同事发了巨额年终奖的朋友圈，那一瞬间你的心态崩了。你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他比我傻却比我有钱？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灾难就这样开始了。为了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你开始加速。你买了根本不需要的奢侈品，
投了根本不懂的高风险项目，你用辛苦赚来的钱买了一件用来给别人看的皇帝的新衣。嫉妒是唯一一种没有任何乐趣的罪恶。至少酗酒还能让你晕乎乎的快乐一会儿，暴食能让你享受美食的口感，但嫉妒只有痛苦，100%的痛苦。你必须对你的大脑动刀子，彻底切断那条叫嫉妒的神经。你得培养一种对别人的财富完全无所谓的能力。我在加州生活了一辈子，看到太多人因为房地产泡沫一夜暴富，也看到他们一夜返贫。我从来不嫉妒。如果有人靠炒作空气币赚了10个亿，那是他的事。如果那是他的赛道，而我不懂，那我就不参与。如果你一直跑在别人的赛道上，盯着别人的速度，你永远是个输家。因为这世界上总有人比你更富有，总有人比你跑得更快。真正的社会流动，不是你终于买得起那些昂贵的皮包了，而是你终于不在乎谁买得起那些皮包了。驱动这个世界的不是贪婪，而是嫉妒。贪婪至少还能让你去创造财富，而嫉妒只会让你去破坏别人的财富，或者为了虚荣去毁灭自己的财富。我还要提醒你，别去嫉妒那些看似轻松赚钱的人，你不知道他们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很多人只是运气好，恰好站在了风口上，但运气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概率是永恒的。当风停的时候，摔得最惨的就是他们。如果你想在生活中拥有智慧，你就必须对那些比你跑得快的人视而不见，专注于你自己的复利曲线，那才是你唯一的战场。当你能看着傻瓜赚大钱而无动于衷时，你就已经赢了一半。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清除了无聊、债务和嫉妒这3个障碍，我们还需要一套操作系统来导航。这就是我要讲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思维模型——德国数学家雅可比的逆向思考。雅可比有一句名言，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大多数人都在想，我怎么才能成功？而我脑子里想的总是，我怎么才能不失败？你们想知道怎么在股市里赚大钱，我只想知道怎么才能不亏钱。你们想知道如何变得聪明，我只想知道如何避免变得愚蠢。这一辈子，我只想知道我会死在哪里，然后我就永远不去那个地方。你想改变人生，不要一开始就想着怎么发财，先想想怎么才能不穷。这听起来很消极，不，这是生存的最高智慧。这是一种防御性的思维方式。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天才决定，我只是通过避开那些显而易见的愚蠢，就超过了大多数人。这套防御系统有3条铁律，你们最好拿笔下来。第一，绝对避开你不懂的东西，坚守你的能力圈。能力圈这个概念是涡轮和我最喜欢的，它的边界必须非常清晰。如果你不知道边界在哪里，那你就没有能力圈。我见过太多高智商的医生、律师、工程师被那些包装的花里胡哨的高科技骗局坑得血本无归。他们以为自己在投资未来，其实是在缴纳智商税。他们觉得自己在一个领域聪明，就以为自己在所有领域都聪明，这是大错特错。如果你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把这个生意给你家里的老祖母讲清楚，那就别碰。承认自己的无知是智慧的开端。在你的能力圈内行动，你就是专家；跨出能力圈一步，你就是待宰的羔羊。第二，永远别用你拥有的去赌你不需要的，这是沃伦教给我的。如果你已经有了100万，生活过得去，为什么还要借钱去搏1000万？一旦输了，你失去的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你的尊严，是你给家人的保障。为了你不需要的额外享乐，
去冒这一生积累的风险。这不是勇敢，这是脑子有病。如果有人给你一把左轮手枪，里面有100万个弹仓，只有一个弹仓有子弹，他告诉你对自己开一枪，如果你没死就给你1个亿，你会干吗？只有傻瓜才会干，因为那个亿是你不需要的，而你的命是你拥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看到无数人都在玩这个游戏，而且他们玩的时候，弹仓里的子弹比这多得多。第三，别跟人品有问题的人打交道，永远别跟傻瓜做生意，也别跟道德败坏的人做朋友。这不仅仅是生意，这是隔离。情绪是会传染的，愚蠢也是会传染的。如果你周围全是急功近利、爱抱怨、爱攀比、爱走捷径的人，你根本没机会翻盘。你会被他们的思维模式同化，哪怕那个人再有才华，如果他人品不行，立刻切断联系，因为在某个时刻他一定会坑你。相信我，这是这99年来我看过无数悲剧后的总结。你不必非常聪明，你只需要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不做一个蠢货，这就足够让你超越90%的人了。既然我们谈到了避免愚蠢，我就必须提到另一种让你变穷的思维疾病——铁锤人倾向。有句谚语说，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这世界上的所有问题都像钉子。大多数普通人的思维模型是单一的，经济学家只看供需，心理学家只看情绪，生物学家只看进化。但在现实世界里，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出现的。贫穷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也是心理问题，是社会学问题，甚至是数学问题。如果你只想用一种思维模型去解决所有问题，你注定会失败。我这一生都在推崇多元思维模型。你需要学习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物理学的临界质量，数学的复利和排列组合，心理学的误判倾向，生物学的进化论。你需要把这些模型像挂在格栅上一样印在你的脑子里。当你遇到一个问题时，不要只用一种视角。比如你想做一笔投资，你不仅要算财务账数学，还要看这家公司的管理层是否诚信心理学，看这个行业是否具备规模效应微观经济学，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技术发展的趋势物理学和工程学。当你能把这些不同的学科融会贯通，产生化学反应时，我们称之为查理的格栅效应。这会让你拥有超越常人的洞察力。但我看到的是什么？现在的教育体系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专才，也就是高级的铁锤人。他们在一个狭窄的领域里钻得很深，但对世界的其他运作规律一无所知。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他们的技能就会过时，他们就会变得极其脆弱。如果你想翻身，别只读那些教你赚钱的书，去读读历史，因为人性几千年来没变过。去读读传记，看看伟人是怎么犯错的。去读读基础科学，了解这个宇宙最底层的逻辑。不要让自己变成一只只能在特定环境下生存的恐龙，要变成一只在任何环境下都能适应的蟑螂。虽然这比喻不太好听，但在这个残酷的商业世界里，蟑螂比恐龙活得久。我也许很快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但在那之前，我想告诉你们最后几句话。我知道你们很着急，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生活不容易，房价高得离谱，工资涨得像蜗牛，竞争激烈得像罗马斗兽场。我知道看到社交媒体上那些暴富神话会让你焦虑得睡不着觉，但请相信我，这个99岁老头子的话并没有什么快速致富的秘密。
有的只是慢慢变富的真理。那些试图走捷径、加杠杆、追风口的人，也许能暂时赢一次，但市场是公平的，它迟早会让他们连本带利地吐出来。因为财富不属于焦虑的人，只属于冷静的人。所谓翻身，从来不是一场100米冲刺，而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马拉松。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只有你一个人参加的马拉松。从今天开始，试着做这3个反人性的决定。第一，接受无聊，把那些花哨的动作都砍掉，专注于做简单、正确且能长期产生复利的事情，让复利像树木一样，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慢慢扎根生长。第二，拒绝债务，把命运的控制权从银行和债主手里夺回来，建立你的安全边际，让自己在任何风暴中都能屹立不倒。第三，切断嫉妒，不要让别人的生活干扰你的节奏。你的幸福感不应该建立在比别人过得好之上，而应该建立在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更进步之上。这条路拥挤吗？不，这条路一点都不拥挤，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离开舒适区，大多数人都受不了这种慢，大多数人都想做那只聪明的兔子，结果都在半路睡着了。这过程会很慢，很枯燥，甚至很孤独。你会被误解，被嘲笑，被冷落。但请记住，路越快越容易翻车，而那些愿意像乌龟一样爬行的人，往往能爬到终点，并看到最美的风景。我这一生最自豪的，不是赚了多少亿美元，也不是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副主席。我最自豪的是，我从来没有让金钱扭曲我的理智，我始终保持着对常识的敬畏，我始终在努力不做一个傻瓜。当你晚上躺在床上，能安心地睡着，不用担心明天的债务，不用嫉妒别人的生活，内心充满宁静和理性，这才是真正的富有。希望你也能拥有这份富有。愿理性与你同在。